收看荧光笔工作室，你好，我是莹莹。吃饱了没有？这个时间点，你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我们highlight的 video 是吗？那马来西亚的美食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我们一天呢，可能都不止吃3餐，就算是半夜呢肚子饿呢，我们随便出去啊，很多选择都可以做你的宵夜，可以去妈妈档吃roti canai啦，可以吃 mee goreng 啦、naan啦，甚至点心啦、糖水啦，都可以满足我们 forever 空虚的胃。其实啊，在我们很幸福的在享受这一些马来西亚的美食的同时，我们马来西亚呢也是成为了世界上贡献最多食物浪费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我们马来西亚每一年都会浪费多达830万吨的食物，也就是说呢，平均每一个人啊，每一年都会丢到差不多260公斤的食物垃圾。那这么大量的食物浪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每一次就讲到数学那个我都知道你跟我差不多一样啦，没有关系，我们很贴心，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概念题。你想象一下，现在你的眼前有一个奥运会的游泳池是不是很大嘞？我们每一天呢浪费的食物呢，装进这一个奥林匹克 size 的游泳池呢，是可以装7个的。没错，是7个，而且呢，每18天这些食物的垃圾就可以塞满我们的双峰塔，真恐怖！这么惊人的食物量，到底是哪里来的嘞？那，是谁没有听妈妈的话没有把饭吃完一直在浪费食物是你吗？是你吗？自己认自己认我相信呢，很多人小时候呢都听过妈妈讲没有把饭吃完脸呢会很粗的，会长痘痘的，会有麻花脸的。如果妈妈讲的话是真的，那是不是现在浪费食物的人的脸上都已经长满了一堆粒粒嘞？如果你是整天浪费食物的朋友，拿镜子来照一照，是时候检视一下了。回到正题，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了解的是马来西亚的食物浪费的议题。我们之前不是有做过一支影片吗？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便便去了哪里？那个是讲到我们的这个排水系统的。今天呢，我们这支影片呢想要跟你聊的就是到底没有去到我们的肚子里的食物去了哪里呢？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好，首先我们要来聊聊这一些厨余的前世今生。其实我们吃的食物在变成美食之前就是出现在这个餐桌之前呢，都会经过非常多的环节，包括了要养殖、种植啦、加工包装啦、运输啦，还有消费。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多多少少这些食物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还有浪费。就拿这一颗tomato来说，它从农场去到这个餐桌呢，会经历多少的波折呢？那在农场种植、发芽、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会有大约8%的这个potato，不是 potato， 都是 tomato，sorry。在农场种植、发芽、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有大约8% 的这个 tomato 会因为缺水啦、生病啦，或者是长得不是很好看，或者是畸形呢，而被这个农夫淘汰的。好不容易了，它长到美了、熟了啦，被送去加工或者是零售的过程当中呢，又会有14%的 tomato 会因为呢质量不符合标准，或者是受损等等而被丢掉。到最后呢，好了，终于被消费者购买了，却有17%的tomato会因为没有被妥善的存放而变质，或者是在煮成菜肴之后呢，因为有人嫌它不好吃或者吃太饱吃不下而被丢进垃圾桶浪费掉。所以呢，现在想想这些 tomato其实它要顺利完成它被人类吃进肚子里面的这个使命也不是很容易的咯。那研究就发现呢，在全球食物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会有1/3的食物流失或者是浪费的。当中呢，蔬果45%，海鲜35%，壳类30%，乳制品20%，还有肉类20%。这些食物被浪费掉的都不一定是坏掉，就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 tomato 的例子一样，有一些呢只是比较衰一点点，或者是长得比较不符合一般大众的审美，就这样子浪费掉了它的一生了。浪费哦，但听起来有冇內疚少少？
經經過淘汰啊！是谁这么不懂得珍惜呢？那其实呢，有很多的研究呢，都可以了解得到，食物浪费最多的环节呢，是在刚刚的这么多的環節裏面的哪一個環節嘞？就是你跟我，也就是消費者這一端啦。嚟，我唔係要鬧你，我哋咧只不過要俾你知啊，情況是怎麼樣罷了，我們來慢慢一起改進好不好？不然等下我們一直在說教，我覺得我也是有很多要改進的部分啊，我們一起學習。OK， 剛剛講到呢，最多出現食物浪費的呢，是在我們消費者的這一端，尤其是住家的垃圾裡面，一般呢都會找得到很多的這個食物垃圾。那不信的話呢，下次你去丟垃圾的時候，就可以翻翻一下垃圾袋裡面還有裝過什麼這樣子。根據固體廢料及公共衛生管理機構 SW Corp 的研究數據啊，我們馬來西亞人丟掉的垃圾裡面呢，其實整包垃圾有30%呢都是可以被減少的食物垃圾。那你會不會很好奇啊？這些被丟掉的食物到底都是些什麼東西嘞 ？OK， 數據顯示76%呢是水果皮還有骨頭等等的廚餘，而剩下的24%呢是肉類還有蔬菜的這個剩食，也就是我們沒有吃完還可以吃，但是呢卻被我們拿去丟掉的食物。那你知道嗎？其實啊，如果我們沒有把這個24%的這個剩食丟進垃圾桶的話，你換算哦，它至少呢是可以提供300萬人，也就是吉隆坡3倍人口的每日3餐，或者是可以讓一個人呢連續216天都可以吃得溫飽，是不是非常的誇張呢？有可能你並不知道啊，全世界呢每3個5歲以下的小孩就有1個被診斷是營養不良的，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因為食物短缺。我們的國家呢其實還是有很多貧窮的家庭，有一餐沒一餐的正在餓着肚子，可是同時呢我們卻也是成為了全世界最大食物浪費的貢獻國，每天呢都上演着古人說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實在是非常的諷刺。好，聽到這裡呢，我就很好奇啦。你覺得剛剛我們講這個東西跟你有沒有關係嘞？一定很多人呢都覺得說，哎呀，差了一點點，不會怎樣的啦，不會有什麼影響的啦。那不要以為這些每天上演的情節跟自己沒有關係。其實呢，我相信啊，我們每個人呢都一定有試過吃太飽，或者是有吃不下的時候吧。那大家都一定會因為這些原因浪費了食物的一些經驗。不過呢，我們就來猜猜看哦，你覺得啊，0歲到99歲，什麼年齡層的人是最容易浪費食物的嘞？會是小朋友啦、老人呢，或者像我們這樣子的啊，年輕的帥哥美女，撰稿人寫的。OK 啊，現在給你一點時間啊，你現在留言一下，你覺得是幾歲的人？5、4、3、2、1。OK， 留言了啊，答案是18歲到35歲的年輕人。咁都唔關我事啫。我都不知道要開心好還是不開心好。OK，anyway， 來各位 young people 聽好了啊，研究呢就發現呢，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哦，就因為最常是在外面吃飯的嘛，所以呢總是會不知不覺的點超過自己可以吃的分量，最後呢就搞到自己吃太飽啦，或者是吃不完了，就造成了這些食物的浪費。數據顯示，一個年輕人平均下來每個禮拜都會浪費掉2大碟的食物，每個禮拜2大碟哦，是不是很誇張？你拿去捐給別人吃，不是更好？是不是？而比起這些年輕人呢，年齡越長的人類，反而呢經過了歲月的洗禮，就會有更多的人生經驗，就會變得更懂得拿捏每一次飲食的分量，反而就比較不容易造成食物的浪費啦。我就來問問看現場的長輩們。你應該係 OK 嘅，我睇你都冇咩浪費嘅，食晒乖。好啦，所以呢，在食物浪費的部分呢，我們真的是要跟長輩多多的學習啦。不過這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哦，因為長輩就是不想要浪費食物，每一次都吃那些廚餘隔夜菜，對身體又不好哦。所以安哥安弟們就是那個智慧是放在不是年長那邊，而是放在煮的時候的分量要拿捏好。其實呢，大家總是說呢，我們吃飯要吃到7分飽。那看到美食的年輕朋友們啊，就真的不要衝動，要克制住啦。我其實有點心虛的，因為我就是那個會點很多的人。如果你的朋友是這樣的人，你就嘗試阻止他吧。哦，
对了，研究呢也发现啊，其实呢每一次呢只要有节日宴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比平时浪费15%到20%或者是更多的食物，而当中呢婚宴是最多食物浪费的场合，就占了52%。再来呢，就是商业的宴会啦、家庭日啦，以及朋友聚餐。那当然，我们可以明白啦，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有很多人呢，在请客的时候就想要展现出自己很大方的感觉嘛，就是怕客人吃不够，很排泄，然后人家以为我们很小气，所以呢，就会通常准备了非常丰盛还有精致的美食。可是呢，又通常大部分的宾客呢，在参加这一些聚会的时候呢，因为难得相聚嘛，就会不停的讲话，而没有办法好好专心的吃东西。结果就造成这些聚会结束之后呢，就留下了一大堆的食物，通通被倒掉，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其实呢，我们马来西亚人都非常的爱热闹，聚餐庆祝都是很开心、很棒的事情啊。可是呢，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呢，不知不觉的浪费了更多的食物。那希望呢，今天跟大家呢分享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点，下一次呢你在搞 party 的时候啊，或做一些不同的这种 dinner 的时候呢，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好啦，不知道看到这里呢，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是咯，这样我就是就是比较不会拿捏嘛，我就浪费食物嘛，或者之类啊，这样子啊，不要腹黑。确实呢，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呢去改变的话，也改变不了什么的，是需要大家呢都有这种共识，然后去改进这方面的这个意识。所以呢，接下来要聊的就是食物教育，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呢，等到我们要变老的时候呢，才来学习啊！我老咗，所以我知道要珍惜食物啊，就千万不要这样子哦。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学者进行了一项研究，了解马来西亚人浪费食物的行为还有意识。结果呢，就发现啊，大家会浪费食物，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膳食规划以及对食物标签等等的相关知识。这也就让我们去反思哦，确实哦，我们好像从小到大念书的时候啊，都没有在正规的教育里面学习过如何了解、规划或者是购买我们需要的饮食分量，以避免过度的购买。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在长大了之后啊，自己会有零用钱啊，或者是自己赚钱了之后呢，经历了不断浪费食物的经验累积才学会的。所以啊，才说啊，怪不得人越老越不会浪费食物啊。对了，再来呢就是，其实呢原来有很多人呢是分不清最佳食用期限还有有效期限之间的分别的，best before 还有 use by 或者是 expire date， 到底有什么分别嘞？因为分不清楚，就导致了很多的食物啊被误以为已经过期而被丢掉。So 上课了。其实呢，best before 的意思呢，只是表示这个食物呢，在这个日期之前呢，吃口感还有味道是最好的，像是饼干啊、冷藏的食品啊，还有罐头食品等等。在 best before 的日期之后吃呢，就只是可能会比较不好吃，但是呢，其实还是可以食用的。不过 expiry date 呢就不一样哦，这一种食物呢是比较容易变质的，那过了有效期限去吃的话呢，就很可能会有食物中毒，所以呢就不建议再食用了。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分清楚了 best before 还有 expiry date 的这个分别了吗？所以下一次要丢掉食物的时候，可以再看清楚一点哦。还有你知道吗？食物浪费啊，除了是对经济社会还有环境造成的影响还有问题之外啊，其实也跟你的钱有关系。Come on， 我们现在来算给你听。假设有一个家庭，如果他每一个月在饮食上面的花费是900块，而他不知不觉呢，每天呢都浪费掉呢其中的1/4的食物，那也就代表呢这个家庭啊每个月会浪费至少225令吉，一年下来呢就会花至少2700令吉在浪费的食物上面，而这些钱呢都是丢进鹹水海的，本来是你的，抌一聲就冇咗啊。那你会不会很好奇啊？这些浪费掉的食物到底它的 journey 是怎样啊？到底会去哪里？我们的垃圾丢进垃圾桶之后呢，它都会去到什么样子的地方？会被怎么样子处理？其实，在马来西亚呢，这些浪费掉的食物不只是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大量的这个垃圾，也是造成我们环境污染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些被丢掉的食物垃圾呢，最后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呢，回到我们的身上。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晕吻，有没有？还没有，好驚啊！你会不会想要知道到底这个路程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回到我们的身上呢？想知道的朋友敲碗告诉我们，我们做第2集。敲碗，3个碗、5个碗都可以。
好，希望呢你们呢不要觉得我们在讲这支影片的时候呢有那种说教的感觉啦，哈哈。其实呢，马来西亚现在呢是榜上有名的食物浪费大国。我们每一天呢，就像刚刚提到的，相当于7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食物垃圾量被丢弃。我相信呢，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做对某一些事，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知道之后呢，我们就会选择做对的事了，对吗？其实呢，幸福的马来西亚人呢，我们真的是不缺乏食物的。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学习更多食物相关的知识，去提升对食物的珍惜还有尊重，并采取永续的行动。从购买食物之前的规划开始，来避免浪费。就算我们不小心产生了多余的食物，也要知道如何避免把它送进垃圾桶。例如，我们可以透过打包分享啊，或者是制作成堆肥等方式去处理。那我相信呢，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一定可以改变明年报告上的食物垃圾量。协助马来西亚从食物浪费大国除名，让我们每个人呢都变身成为食物英雄，脸上呢不单只不会长痘痘，也会一起让马来西亚变成没有食物垃圾的这个美食国度。那如果你看到这支影片觉得有学到东西的话呢，留言让我们知道。当然也希望你可以把这支影片给分享出去，劝到一个是一个。当然呢，也是要支持我们Highlight的荧光笔工作室啦，让我们制作更多呢可以帮助到马来西亚社会的影片。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影片的，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朋友就 follow 一下啦。如果说是你觉得马来西亚需要你们这种，你们做的非常的棒行动行动，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1杯奶茶的钱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有更多的资源呢去做更多的影片，而且可以走更远。我是英英，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留言，各位都没有留言。